我看到有观众留言，这个乖乖的不说话，听话就会很安全。这话听起来反正有点怯懦，是吧？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认为只要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就会很安全。我们也知道这种想法不是一个两个人有，应该来说在内地很多民众都是这样想的。他们总希望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共军没有过多的心思来关注他们，能够让他们躲过政府的铁拳，能够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大环境中，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小心谨慎，不要引人注意，是吧？不要出风头，是可以躲过变革的。凭个人的努力，在目前还是可以找得到让自己更加安全的方式，不要背井离乡。不要期待中国社会有巨大的变革，那么仅凭自己的努力以及他的谨慎，他可以获得个人的成功。我们都知道，二战是人类史上伤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战。二战的发起国，其实我们知道，如果从它的开端上来说，国际公认的是苏德共同进攻瓜分波兰。因为这个苏军成功了，所以二战的发起国被大家公推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结束了以后德国有一位牧师写了这样一首诗，其实它有很多个版本，我看过46年的原版，当然也是翻译成中文的，因为我看不懂德文，是吧？我也看到过76年美国的一个版本刻在纪念碑上的。他说，当他们就指纳粹当他们抓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抓捕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当他们抓捕犹太人的时候，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捕工会成员的时候，我不是工会成员。在所有的时刻，他其实都沉默了。最后，当他们直接过来抓我的时候，我环顾四周，已经没有人能够站出来为我说话了。那我们今天面临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呀。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不断的谴责中国目前的政策。70年来，有人保持一贯的谴责，有人给了中国40年的机遇期。按彭斯的话说，美国花了25年的时间帮助中国重建经济，也就意味着整个国际社会主流的国家至少有25年没有对中共发出明确的谴责，或者说合作大于谴责。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对言论比较宽松的时刻，因为共军把经济玩崩了。76年连续2次政变以后76年10月政变，是吧？78年又干掉了这个华国锋。连续2次政变以后，共军发现自己的国库里
不到10亿美金，整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物资短缺，各个国营单位亏损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了，76年就要开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77年就正式组团到德国、日本、美国去考察了。在经济改革之初，甚至还提出过政治改革要配套经济改革，所以我们看到了基层、农村基层开放了选举。那么一转眼40年过去了，现在又要搞这个村长书记一肩挑了。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把管理架构变成了双重的，安排了老干部，让老干部去务虚，让青年干部去搞改革。他搁置了政治上的分歧，明确地提出来要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向全世界派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甚至红二代，去学习各个国家的管理经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把这个政权搞成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可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这个时刻，他们的精神上已经扭曲了。他们给你看到的是言论上相对比较开放，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管制松懈的状态。最出名的标志是伤痕文学，他对文革出现了反思。对文革最大的批判是禁止今后再搞党内个人崇拜。那很遗憾，40年过来是吧？这一点又被破除了。取消主席任期制，在这之前我们看到的例子就是袁世凯，他取消了大总统的任期制，那第2年他就称帝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改革，曾经言论宽松的年代都已经过去了。原先大家说，在一个江湖时代，好歹你还能说话，他可能会对你禁言，有可能会给你封号，但是相对来说呢，跨省的还比较少。后来我们看到了跨省追捕，是吧？你发表了一些言论，如果说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认为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会跨省来追捕你。然后呢？然后你没有言论，你仅仅是在网上查阅了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健康的信息现在也开始抓捕了。最新的新闻是连14岁的孩子都抓捕了，15岁的记录已经被打破了。批评政府的，言辞激烈的批评政府的，要结束一党专制的，他会抓；温和的给政府谏言的，他不一定抓，但是他肯定会堵上你的嘴。我们知道有很多原先被公认为是社会的良心的这些相对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已经明确的表态不再说话了，不在任何场合发声，自动的退出了社交平台。那么更多的人仅仅是因为批评了政府的某一个决策，甚至仅仅议论了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还不涉及到政权，只涉及到企业，是吧？也不行。说红毛药酒有问题的，他会抓；说化肥质量不好的，他现在也会抓。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认为不说话就安全了吗？至少这种想法，它现在已经不是事实了。我们知道最明显的一个例子，2年前彭明在狱中忽然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家属才跟大家打招呼，说10几年来他们一直忍着不说话，希望能够熬到彭明离开监狱，回到美国有跟家人团聚的一天。没想到噩耗不因为他们不说话，不寻求国际社会的声援，就能看到他们希望能够盼回来的亲人了。台湾也有一些到达大陆的一些学者明明是去开个会的，开着人就没了，1年多了不敢说话。其他媒体捕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才开始把事儿捅出来。一询问在台湾的家属，家属早就知道，1年了也没敢说话。你不说话，他就不抓你了吗？整个社会不是因为说话的人少了，共产党就会变好了，是因为他感觉到抵抗的成本，就抵抗的力量过强，镇压的成本过大，在这个时候他才会收敛。所以不说话不一定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不说话，其实这个社会他在共军的领导下不会有任何转变。所有的转变是基于2个前提：第一，他玩不转了；第二，说话的人多了。现在知道应该说话，跟着就是一个问题：怎么说话？这都是问题。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人说着说着就偏离事实了，甚至在捏造一些东西。其实事实已经足够残酷了，不需要编造一些段子。你如果把编造的事实拿到人们面前来，一捅就破，非常低劣的谎言，其实也是在混淆是非，也会造成人们的疲惫感，最终不愿意再听到你的声音了。所以中国社会中想说一点话，知道怎么说话，既能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又不至于很快就被抓捕的人其实不多。大家都在养成一个习惯，谨小慎微的说话。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已经逐渐开始有转变了。原先说的东西跟政权还没有关系，现在逐渐涉及到制度的问题，涉及到中共的核心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共军不断的抓紧枪杆的和笔杆的。2年前他提出媒体信党，今天他又提出公安信党。因为军队离我们很远，公安离我们很近，是吧？警察就生活在人民群众身边，人民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他保护你什么呢？他全程监控着你的言行。当然他们也跟小脚侦缉队跟所有的告密者靠得最近，他们是第一时间能够打击到你的人。所以中国的风气在越来越收紧，
这就是一个现实。你不说话不会代表你未来的生活环境会更好一点点。那你说话，如果你不会说话，也会被抓。所以在中国，现在要养成的就是一个说话的艺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跟身边的人，即便你曾经认为是可以信任的人，人们也逐渐越来越不敢说话了。所以在中国现实生活中说话真难啊，对吧？从我们知道的熊向晖，从我们知道的沈安娜，从我们知道的沈从事件，我们知道的很多东西都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尤其在刚刚离我们不远的近代史中、现代史中，有太多背叛的例子了。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非常谨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一定要睁大眼睛。有的时候，你的机会很少，一次跟头就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当然了，如果你掌握了熟练的绘画艺术，其实也是有希望的。我们见到的更多的人，一被捕就跪了，然后监狱外有很多人张开怀抱给他们大爱。所以今天汉子越来越少，会说话的人越来越多，敢于说真话，愿意说又能说得长久的人真的太少了。祝大家好运，再见。